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兰花频道。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安格斯为大家带来这一株卡特兰加德利亚兰类别的兰花那它叫做 Tropical Pointer Cheetah。 其实这株兰花蛮常见的，在美加地区很多兰园都有贩售。我甚至有一次在一间超市，是我去玩的时候，不是我当地的超市，居然也有。然后一盆好像那时候我记得才12.99块吧，像是相当的便宜哦。因为这株兰花如果一般兰园要购得，即便是分株苗可能都要30块左右25到35之间是一个蛮正常的价格。我当初这一株好像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去西雅图的时候，然后他那边有一个兰园，然后我是去了他当地兰园，然后去看到这株兰花，然后买下来，然后带回到我当时住的地方。那你这边看到的呢，其实是它上一次的开花周期影片。那当时呢，它还是种在原来的这个买回来的塑料盆里面。那我是在用一个外杯罩住，那因为它有点头重脚轻，所以我又找了一个玻璃容器，就是比较重一点的然后来当做它的底部承接的容器，否则我很怕它就是会因为头重脚轻从兰花架子上面倒下来掉地上。那这边能够看到它其实最新的几个长出来的花茎呢，其实都已经长到盆外了。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在户外种植，其实你就让它自然生长是真的没有关系。那因为我是室内那因为室内的这个空间有限那你也没有办法常常说对它进行喷水洒水，所以我就为它进行了换盆。这边看到就是它换完盆之后的一个样子。老实说，我有去掉一些比较老的主枝、老的这个花茎、花梗，我就把它弄掉了，然后也分了另外一小盆，所以我其实这个我就变成从1变成2。那这边看到的是比较大株的，也是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它又第二次重新换完盆之后开花的一个主要介绍。那当时呢，因为刚换完盆，所以它的这个茎呢还不是完全的有抓住它杯子或者是戒指，所以我在杯子的边缘呢，有靠在杯子边缘的这个兰花的部分，我就有斟酌用兰花的这个夹子把它们夹着固定一下，让这株兰花有一点稳固的感觉，它会比较容易去长其他的根叶。那如果有长根的话呢它就比较能够去抓取稳定，然后才会长得比较好，才比较容易浮盆。那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个最新开花周期的记录开始其实它每一次要开花的时候呢我都是到花苞已经长得蛮大的我才会发现是这个也不例外就是一直等到它花都长出来了，花苞长出来了，我才开始照相。原因是因为它是在我兰花架子比较上层的部分因为我天花板上面也装了一个很大的 LED 天花板灯所以我就是把它放在最上面一层，这样子它就能够接触到比较多的光源。所以我不常拿下来的情况呢，除了每一次给水拿下来之外，我对它其实就没有太多的关照。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常常就是花苞都长到一定程度了，我才发现，才开始照相。那这边就是它2个花苞打开来之后的一个样子它是有香味的，但是不是那种浓香。当然2朵花你要它香味香到多浓也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这种花呢，它养得好，其实它的整个植株会相当的大，然后可以一次开好几朵花的我对它的养护是真的算是很一般。那我也不是说加德利亚兰的这种专家所以我也还在学习到底怎么样对它照顾会是最好。那老实说，其实我一直有在考虑要对它进行不同介质的种植，因为从买回来到现在呢，换完盆之后，我对它
给他的介质一直是无机介质，但我其实有在想啊，可能是他需要的是有机介质，比如说树皮跟水草，甚至里面可能要再加一点就是贝壳类的质料来增加它的钙质。比如说我拖鞋兰里面的介质我会加一点牡蛎壳的碎片所以也许对这株兰花它需要的是更蓬松的有机介质所以我还在考虑我是不是要为这株兰花进行这样的改变，然后再加上可能要再多给它一些环式肥颗粒，所以它的这个营养呢才会持续的一直有，然后再加上足够的阳光，也许它在下一次的开花周期能够有更多的就是生长，然后跟更多的花苞。那另外一个在养护上面需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加德利亚兰属的这种兰花品种呢，一般来说它们的根系都比较敏感，所以在换盆的时机呢，一定就是要选对最好是在它根系出现积极生长的时候赶快去做换盆，那它新的根系就能够很快的适应你新的容器跟介质，然后继续的往里面去长。那如果你错过了那个时机呢，就会像这一颗它的这个新长出来的根系呢就会变气根，长在盆子外面。如果你是把它种在户外，然后你的这个天气环境各方面呢，就是温度偏高或怎么样，其实你一天你都有办法用就是洒水的方式，那因为在户外通风良好其实你可以让它就一直自然的生长，它也会长得很好但是因为我是种在室内嘛，所以如果一旦长出它的容器外面，然后它上面的气根太多，其实你就一定要为它进行一个处理换盆。像这边这样子其实这些根系呢，你重新把它再下一次换盆再种回去呢，它可能会死掉，因为它们是很敏感的所以有时候呢，甚至就是不小心一点破损破裂那个根系也有可能会最后自行淘汰掉。所以换盆的时机很重要，就是在根系出现积极生长的时候，赶快为它进行换盆，这是比较要注意的。那再来就是这种兰花它需要的阳光跟养分是比较多的，需要比较多的，是比起蝴蝶兰来说更需要强光跟浓度高一点的肥料所以这个是我没有做的很到位的地方。像现在这边这么多的气根，如果都能够在杯子里面，那该多好。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那再来就是有用一点小铁丝把它们长得比较不规律的这些花茎能够稍微规则一点，这样也能够减少避免跟其他兰花触碰而倾倒的问题。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